欢迎来到达兴小中医。每年10月，你我都会看到一件事，全社会都在扮演。孩子们扮成蜘蛛侠要糖，年轻人在派对上变身电影反派。万圣节似乎成了一场关于狂欢和消费的社交秀。但是如果我告诉你，你穿上那件普通服装的行为，跟密宗修行者观想佛陀本尊，甚至和小说《诡秘之主》中超凡者消化魔药的扮演法，在人类心智转化的底层机制上是完全相通的。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是谁，是否能通过扮演来重塑、来升级呢？今天咱们就来一场思维探险，我们将跨越历史、教育学、宗教学，还有虚拟世界，深入探讨一下扮演现象学的核心、意图性、具身认知和意识转化机制。准备好了吗？咱们开始吧。万圣节的历史要从古老的凯尔特人说起，追溯他们的节日萨温节。这个词发音叫做萨温，它不只是一个节日，它是凯尔特人的年终决算日，标志着冬季的开始，万物都要死亡。所以他们相信，在这一天，生者和逝者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，亡灵和鬼魂会来到世间游走。这就和我们之前提到的中元节概念差不多，中西方的认识都很类似。在那个充满混乱和失序的夜晚，人类会采取什么策略呢？就是功能性的扮演。凯尔特人会点燃篝火，穿上服装。这种扮演的目的不是我美不美啊，而是我能不能活下来。模仿亡灵，以求不会被伤害，或者伪装驱赶恶灵。这是一种充满生存焦虑还有防御意图的集体仪式。随着历史来到中世纪，基督教传播到了整个欧洲，教会就很聪明，它是没有彻底禁止这个萨温节的，而是选择吸纳和重构。他们将时间框架重新导入到了新的道德叙事，设立了一个诸圣节 （All Saints' Day），就是11月1号，纪念圣徒。它的前夜叫做万圣节前夜，就是 All Hallows Wind，也就是后来的 Halloween，就是我们现在过的万圣节。另外还引入了一个叫全灵节，就是 All Souls Day， 11月2号。这个焦点就从这种异教的防御转化成了代祷和纪念，由此就产生了著名的锁灵习俗，就是穷人和儿童会在这一天祈求食物，回报给逝者代为祈祷。这是一种将慈善和灵性义务结合的社会功能。现代的这些什么不给糖就捣乱，是锁灵习俗世俗化的结果。但关键在于，当代祷这个灵性义务被移除之后，扮演的驱动力就彻底变了。古代的时候是垂直的，是对这种神圣和亡灵的敬畏，到了现代就变成水平的了，变成对我们这个社会的社群还有各种流行文化的模仿。现在的装扮可能更多就是为了上个抖音 TikTok 获得这种即时的点赞反馈，还有同温层的这种人群的认同。这种扮演一旦缺乏深度意图和反思，就非常容易流于表面了，就完全娱乐化了。如果扮演只是肤浅的模仿，它是不可能成为教育学中最核心的工具之一。要理解这一点呢，我们必须引入教育心理学的一个著名的一个专家，他叫做维果斯基的活动理论是我们理解扮演法的钥匙。它的核心观点就是人类独特的高级心智能力起源于社会，是通过活动物化出来的。简单翻译一下吧，意识和活动是统一的。意识不是一个和外部隔绝的系统，它是通过你的行动、活动、语言和身体表现出来的。所以扮演就是角色意识
或状态意识的物化。当你穿上特定的服装，做出特定的姿势时，你的身体的行动活动就会反过来重新塑造你的大脑和心智。专业点说，这个专业名词叫做具身认知。教育扮演法之所以会有效，就是因为它能让学生对角色产生深刻的体悟，还有经历，促进同理心和认知的协同发展。但是这里就重点就来了，扮演教育当中这种扮演和万圣节这种娱乐，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就在于它的结构化。一个成功的教育扮演必须具备一些特定的特点。首先就是要有情景设定和意图性，老师要有意识、有目的的计划活动，扮演行动要非常投入的扮演这个行为。最关键的就是复盘环节，它是连接外部活动和内部意识转化的桥梁，它帮助你把具身的这种经验抽象化，转化为可迁移的知识。如果没有反思的扮演，就只是一场短暂的模仿。既然扮演能够重塑心智，那如果我们将风险和意图提高到极致，会发生什么呢？我们可以从两个例子来讲一讲，看一看追求本体论转化的高风险的实践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一个是魔药扮演法，是我在小说《诡秘之主》当中看到的，它里面就讲到超凡者必须通过扮演来消化魔药的特征。魔药的特性本质上是一种意志的能量，与服用者的这个本体是冲突的。扮演法的核心机制就在于通过体现特性背后的原则，来实现这种意志特性和自身身体的同步。扮演的难度和超凡者的这个人格、道德规范、知识储备高度相关，你必须完美契合该特性的核心原则，这就要求你100%的投入。但同时必须警惕，扮演必须保持为一种行为，一旦你失去对自我的控制，彻底等同于这个角色的原则，你就会失控。这个小说特别有意思，我很喜欢，前2年网上也很火，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这种密宗的观想，它是心和佛的一种相应机制。密宗的本尊观想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扮演。修行者他会观想自己成为已经证悟的这种佛的形态，目标是为了帮助修行者超越自身的凡俗感，体悟到现实的虚幻性，并强化内在的佛性。万物皆有佛性嘛。密宗最大的障碍就是身份的执着。如果你缺乏对空性的理解，将虚假的自我和本尊，你观想的本尊具体认同起来，这种扮演就变成了新的执念。无论是小说中的魔药的消化，还是宗教密宗里面这种本尊观想，他们都指出了一个这种成功的核心要素，就是叫做原认知距离。你必须要投入，但是不能迷失，必须要有这种清醒的自我意识，这样才能避免就被意志的力量或者执念吞噬。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底线。为什么会有基督徒会拒绝万圣节？这就涉及到符号崇拜和身份锚定的边界设定。在很多宗教当中，圣像、十字架、神像并非被视为神明的本体，而是精神理念的象征或体现。它们是外部锚定物，提供了焦点，帮助信徒专注于抽象的信仰。例如在基督教的传统当中，是严格区分膜拜，即仅献给上帝的最高敬拜，和礼敬的。礼敬就是对圣人或者圣物的崇敬、尊敬。圣像只是提醒、符号、标志，帮助点燃信仰。如果将对目标的崇拜投射到物质上，就会陷入到偶像崇拜的风险上。我是坚决反对偶像崇拜这种行为的。对边界这种警惕，就是基督徒
拒绝万圣节的核心原因。当然，这种拒绝是系统性的，主要是基于3点原因。第一点就是异教的这种起源和灵界的担忧。万圣节是源于萨文节的这种亡灵元素，很多的信徒会认为参与其中就是拜鬼，或者叫高举魔鬼的旗帜，这种有接触灵界、遭受属灵攻击的风险。他们就会引用圣经警告，就是不能效法异教徒的这种敬拜方式。老王教主也提过这个事儿。第二个就是道德和价值取向的冲突。万圣节的主题是惊吓、死亡、鬼怪，反对者就会认为这在文化上不是中性的，基督徒应该宣扬爱和正直这种美好的价值观。更有人担心，就是将这种鬼怪的趣味化，会导致对邪恶脱敏。第三个呢，主要刚才我们也介绍历史的这种节日的冲突和替代的选择。万圣节的前夜10月31号，紧邻的就是基督教的诸圣节和万灵节。对新教教徒来说呢，10月31号更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宗教改革日。它是纪念马丁路德张贴95条论纲这个纪念日，所以很多人就会倾向于庆祝这一个信仰复兴的日子，所以他们拒绝这个万圣节，是这些信徒在维护自身的信仰的纯洁性和道德的边界。好了，理论都讲完了，无论是支持万圣节还是拒绝万圣节，我们都可以从中提炼出对自我和对孩子最有益的这种转化的实践。我们要做的是进行一场反向世俗化的努力，就重新注入意图性。万圣节的本质是对生命、死亡还有对未知的反思。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利用这个时机，在家里面进行关于恐惧、关于悲伤、关于人生、关于世界无常的这种对话。不能只看这种流行榜，要引导孩子选择具有历史意义、道德困境或者是社会功能的这种角色。就比如扮演消防员，我小孩就特别喜欢扮演消防员。我们就会去讨论说消防员的勇气，还有他的责任，包括你怎么去学习，去能够成为一个消防员。另外，从这种药堂到慈善，重新把之前那种锁灵的这种核心精神，在药堂或者庆祝的时候，有意识的可以将我们要过来这个糖或钱捐献给需要帮助的机构，将单纯的这种接受转化成有意义的给予。最重要的就是家长要成为孩子扮演活动的结构师，让这种扮演行为成为高级心理技能发展的一个契机。这就是我想录这个视频的一个重点。我的一些具体的建议，就是你和孩子拉开差距的这种关键的3步。第一步就是具身渗透，创造一个新的行为认知脚本，鼓励孩子自己动手制作服装，在社区当中执行这个角色的任务。当你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，你要问问他，感觉和你日常的行为有什么不同呢？第二步呢，就是临界反思。活动结束以后，必须去进行结构化的深度对话。你学到了这个角色的哪些新的知识呢？你当时做出这个选择，你觉得对吗？就把他这种扮演和日常想法结合起来。第三就是自我重构，引导孩子将这种角色的正面精神纳入到他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当中。扮演结束以后，问问他，你最想保留这个角色的哪种精神呀？他怎么能帮你成为更稳定内核的人呢？扮演的最终目的呢，不是模仿，是内化，是你把这个角色的原则吸收进自己稳定、富有弹性的身份锚点里，你才真正超越了这种扮演，实现了这种身份的升级。我的一个朋友喜欢让他小孩扮演一些古代的书生侠客，去学一些古文，效果就特别好。扮演一些外国人去学外语，效果也很好。好了，今天的探险就到这里结束。万圣节、魔药的扮演法、密宗观想法，所有的这些深度的实践都指向了同一个真理：身份不是固定的，而是通过意识的行动、意图性的具身，还有严格的反思而不断重塑的。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自己
生命故事的作者。我们是把万圣节变成一场无意识的消费狂欢，还是将它转化为一次深刻的心智炼金术？真正的力量不在于你穿上了什么，而在于你扮演结束以后选择成为谁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析对你有启发，请点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，在评论区告诉我你今年打算扮演一个什么角色，你的扮演意图又是什么？我们下一期再见。